我下午去跟人相亲回来了哈，原本呢咱想过个开心的6·1啊，没成想啊，这心到现在都很堵啊。有一个男士89年的，这个有车有房，自己开了家饭店啊，年薪在20万左右，条件整体不错，我就给他介绍了一位92年的女老师，自己开培训学校的。这两人也是抽空就约了今天中午见个面。哎呀，谁知这男士啊，咱是不清楚他是咋想的，真要命啊！两人呢见面，这女方问他有车没有，他说没有车，是电动车。女方的脸立马就拉了下来了啊，就问他有房没有，他说没有，在住这个合租房。女方又问他你自己开店一年能赚多少，他给人来了句啊3-5万吧。好了，男方这顿操作啊是直接把我给卖了啊，自己也没讨好。人女方一听啊，那直接就质疑啊，红娘不是说你有车有房，年薪在20万左右吗？这男士一听啊，就接着说呀，这车呀准备买啊，房子也准备买，但最近啊这买卖不好干，钱赔了他就没有买。好嘛，人姑娘一听啊，脸色唰的一下啊，变得就跟变天似的。两人接下来呢就有句没句的聊着。这分开不多久啊，这姑娘就发来一句话，哎，我觉得咱俩不太合适，不过你这个人还挺好，我们可以做个朋友。男士立马真的是秒秒钟的就给我打电话，说对方呀把他给拒绝了，还带有那种特别庆幸被拒绝的意思。我听完这过程真的啊，王八都按不住我那血压呀。我问他你到底有没有车，他说有。要有没有房，他说有。你实际收入到底多少，他说保守啊是20万。我一听啊那更气啊，那你为什么要跟别人撒谎说没有呢，说一年能赚个3-5万呢？人男士给我开始上哲学课啊，给我来了句啊，现在这世道好女孩不多了，我要是说有的话，就我这收入年薪30万，那说出来多少女的都得抢啊。所以他自己综合考量了一下，怕遇到这个拜金女贪图她的物质，哎，就说了句啊没有，希望能够遇到真爱，遇到那种啊就是不在乎车房这个年薪的这种姑娘。哎呀，听完真的那一瞬间啊，就有人感觉就是雷劈到我脑门上去了。后面啊他还跟我说啊，当他自己跟这个女孩子说啊这个没车没房，那女方的表情啊立马就刷起来的时候，他就自己判断啊，一看就是贪图物质的女人。听得我呀实在是不知道啊上哪去找块砖去。我说你知不知道人家姑娘自己就有2套房，车是崭新的，宝马7系，全是人家一点一点的奋斗过来的。人姑娘只想找个条件差不多的啊相处着，可你在开口的时候就抹杀了这个可能啊。男士一听啊是十分后悔啊，那你怎么没跟我说这么详细啊？你光说他年薪20万，有车有房，我要知道他家这个条件的话，我一定会好好认识的。接着就问我呀哈，戏剧性的，那我能重新认识一下吗？气得我呀这门都没有。电视剧里面总有一个狗血的桥段，一个有钱的富二代啊装穷人去相亲，女方问他有车有房没，男方说呀是电动车出租房，哎，女方一听立马就走。谁知啊这男方啊接着就当着女方的面啊去打开自己的保时捷跑车呀，笑着对这姑娘说，我最讨厌拜金女了。哎呀，这女方一看的是十分后悔啊。哎呀，你说这你何必呢啊？你要是8套别墅9栋楼7、8辆豪车，怕人惦记上，表现的低调一点哈，哎呀我还能理解一些。如果只是普通的1套住宅1辆代步车，你貌似在相亲市场上没有必要这么做吧。之前我遇到一个真的富二代啊，人家经营家里的厂子，一年1000万打底，他的家里人就跟他说呀，相亲低调点，千万别让人知道你的条件啊。他相亲逢人就说呀，哎呀自己是1套车1套房，在单位里上班。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姑娘，直接也是全部摊牌。你看看人家遇到喜欢的姑娘，人就会全说的。相亲这个事情你多多少少都是要有一些诚意的，互相需要一点尊重。咱就再说的刻薄一点啊，就算你亮出全部的家底，人家都未必能看得上你。这相亲除了看条件，还得看颜值和感觉呢。你这倒好，把自己仅有的那点优势还给藏起来了。我也是真正的这个无奈了啊！哎呦，那个心堵的呀，算了。哎呀，我还是去收拾一下我那被人捅的一刀子的心吧。作为一个久经婚恋沙场啊，近10年看惯了男女那点事的老阿姨啊，今天就给那些还处在花骨朵阶段的未婚男士们一点啊择偶建议：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结婚啊？当然，你要觉得我说的是屁话啊，那你就赶紧绕道走，哎，要不然我得让王八撵你。这结婚和谈恋爱完全是两回事情。有的老爷们来找对象也真是有意思啊！哎呀，我就要漂亮的、身材好的，拜托，咱能不那么俗好不好？你选人结婚呀，那是要过30-50年的。好看呢是最不值钱的东西，相貌只会是一件加速贬值的物资。你要多看看内在品质。结婚呢，你一定要找一个让你相处舒服的，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、尊重你人格的女人。如果有先后顺序的，那一定是三观、能力、家庭以及这个教养，最后才是颜值。给大家几个建议啊。这第一，消费观很重要。
跟一个女人谈恋爱，你一定要搞清楚她的消费观念以及消费习惯，有没有存到钱呀，以及平时是怎样去处理钱财的。我见过好多个小姑娘啊，那家伙真的手里啊这信用卡10多张的都有，自带 POS 机啊，刷卡倒卡，你说吓不吓人？第二个呢，一定要看一下对方的原生家庭啊，看看他母亲的这个作风啊和素养。如果他的母亲给你的观感不太好，那就不要去。看看岳父的这个生活状态，你就能知道自己下半辈子啊会是什么样子。第三呢，最好是做婚检，再出个无犯罪证明和征信报告，这个呀很重要。你不仅要自己找老婆，你更是要给父母找儿媳，给孩子找母亲吧。这几项任何一个不合格呀，都不要结婚的。第四呢，就是结婚前呀，给女人花钱这事儿，你要知道什么是双向付出，不要找那种啊谈恋爱一毛不拔，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的女人。真心想跟你在一起的女人，她会懂得付出的。想想就觉得有些哥们儿那是，哎呀，真的不容易啊，那是天的呀，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礼物呢嫌破，哎，转账嫌少的，这钱扔在马路边给要饭的，那最起码还能回一句好话，一句谢谢呢。第五呀，如果你家庭条件不错，那就不要找家境条件差的，也不要跟家境条件差的谈恋爱。不要抱着哎呀我喜欢他就可以，我不在乎家庭条件，千万别有这种想法啊！门当户对这事儿啊没毛病，你呢也不是救世主，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这第六，如果不是那种爱到哎呀非你不娶了，一定要看对方的身体健康。你想想，这结婚30-50年，这遗传病、精神病、传染病、性病等等方面，别跟我说什么哎呀现在科技进步了等等，一旦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，基本就是个无底洞。如果后代再有问题的，那你的婚姻啊家庭幸福啊基本都无从谈起了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，健康甚至比人品都要重要，毕竟这人品都是抽象的，而且大多数的人的这个人品啊也都那么回事啊，好也就那样，不好也就那样了。第七呢，就是追女孩的时候，如果她说我慢热，哎，马上就走；我脾气不好，也马上就走；说我父母养我不容易啊，哎，彩礼就是要你的态度等等，马上就走；说我不图你钱，只图你好的女人啊，这类女人得费眼力劲儿啊，你没个高情商和忍耐力的，也马上就走。好这东西是最费精力的，谁都不能保证一个人呢会一直对另外一个人好。另外，你界定不了他所谓对他好的点。情绪价值这玩意儿太抽象了，90%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，更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，所以他其实想要的并不单单只是对他好，他可能会要的非常非常多，多到你根本就给不起，可能他也配不上。不要被恋爱甜蜜期的这种上头给迷惑了，那些啊都是假象，并不是生活的常态的。如果真的要在一起啊，适当的宠爱可以，但是宠爱不等于惯着，任何试图蹬鼻子上脸的女人让她 go out。最后想说呀，男人多奋斗一下事业，多攒钱，女人呢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啊，一定要多看看人品，性子过于暴躁的不要找啊，操不起那心的，行事啊不计后果的也不要找，败不起那家，有严重不良嗜好的不要找，比如啊赌和毒，有男闺蜜的要谨慎找啊，戴帽领证那不可取的，有明显信仰冲突的不要找，再怎么努力顶多就是个万年老二。重度女权、动保还有饭圈的这个人士啊，谨慎选择，能活呀带崩你的。婚姻呀，与你想象当中的不同啊，更多的是柴米油盐、家长里短，还有束缚以及责任，两人都浪，日子难长。爱情不是婚姻的基础，可以在一起共同生活才是。愿每一个真诚对待婚姻的人啊，最后都能够被婚姻真诚以待。加油吧，宝子们！有一位姑娘啊，说话特别毒舌，哎呀。介绍了整整3年多，终于快要嫁出去了时候，还没等我敲锣打鼓要庆祝呢，今儿一大中午啊，就哭得一嗷嗷的跟我说又要分手了，说这日子啊过不下去了。哎呀，听得我的心呢是稀碎稀碎的啊，气得我呀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找对象有多困难？怎么又分手了？他说呀，那不是我的事儿，哎，那是谁天天找我的事儿。我一听呢，这又咋了呀？这姑娘今年呢是30岁啊，是一名这个房产销售。相亲3年多了，挑挑拣拣，谈了是不知道多少个对象了。终于啊，这过年谈了一个时间超过3个月的，男方呢小他2岁啊，可惜啊还没活过100天呢。上周末2人去饭店吃饭，点了火锅，这邻座有2个熊孩子比较闹腾一点，这姑娘就有点受不了啊，直接就上去啊说人家这个孩子家长啊，你能不能拦着点孩子呀？这么闹烦不烦呢？人对面家长听了之后啊，赶紧道歉啊，把孩子给拦住了。他回来呢，刚坐下，这男友就说他呀，说你忍忍就过去了，你跟小孩子较什么劲儿啊？哎呀，他听了就不愿意啊，我怎么了我啊？那孩子吵得我都吃不下饭了，我不开心了，当然要管了。就这样，一气之下啊，饭也不吃了，拿着包就走了。
后来呢，男友呢是打电话又哄又劝的啊，和好了。昨天晚上又发生了2个事情，这男士啊是直接气的提了分手。第一件事情是2人吃了饭之后去超市里面买东西，这排队结账嘛，有一个年龄大的大姨啊去插队，这姑娘见了之后就立马就翻冒了啊，哎，前面老太太来，你这么大年纪了别插队了，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啊？气的人大姨啊上来就说他呀，你说谁不要脸呢？他听了也不让啊，就说啊，你没看这么多人排队呢，就显着你呗嘞，你往前挤。结果把人老太太给气的啊，不结账扔下东西就走了。然后啊，他本来是觉得呢是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情，替这里排队的人都出了口气。转头呢，这男友就说他呀，说你怎么能那么逞强呢？那么多人都不说话，就你爱显摆了。姑娘听完呀，这手里东西直接给撂地上去了啊，就质问她男友，他插队你来说我有什么错呀？哎，这个男士啊，他就捡起东西啊，又哄又劝，好了，2人和好了。出了超市啊，打车回家，结果人家司机可能有点事情耽误，就来晚了嘛。这姑娘见状呢，劈头盖脸上前就跟这个司机一顿怼呀，说自己等了多久了啊，吆喝着非要投诉，被男士给拦下来了呀，当着面就说他像个泼妇一样。这姑娘听了很是生气啊，说自己是维护基本的权利，怎么就不行了呢？那司机做错了我就不能说吗？一气之下呀，这姑娘就当场提了分手。本来想着就吓唬一下她男友，哎呀，结果人家男友啊当场就同意了分手。后来这姑娘给她男友打电话是怎么也打不通了呀，人家就不接了。她就很着急啊，让我帮她评评理，哎，自己又不是无理取闹，那怎么就做错了呢？后来呢，我联系上男士啊，本来想说好话，人男士说呀，2人3观呢是严重不合适，坚决要分手啊。他呢听完就哭哭啼啼的找我抱怨，说自己的命运啊真的惨呐，也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。哎呀，我那脑袋瓜子啊真的听的是嗡嗡的呀。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啊，原则上看着好像事事都有理，但说话就总是跟个泼妇骂街一样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啊，这说话方式出了问题。如果说前面有人插队，你可以跟他讲呀，请你不要插队，我们在后面排队也很辛苦的呀。那司机迟到了，第一时间先问问人家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事情了，而不应该一上来就用起诉威胁对方吧，让他长个记性。中国有句话叫做先礼后兵，没必要一上来就去怼人吧，觉得自己对就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得理不饶人呐。这样的人啊，谁都不可能相处下去的。说话毒舌本质就是这个人的性格呀，他不合群的，3言2句啊就开怼，很不招人喜欢的。那我话还没跟他说完呢，他就开始直接说我媚男，哎呀，我的心啊碎的是一地一地的呀。